什么叫做蒸馏呢？这2天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发生。如果从经济面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是可以赚钱的机会，但是刚好遇到台湾过年嘛，没有办法。但这个东西跟酒也是有关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填土之道有道理。我是海恩，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。这一集很短我是有感而发而已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开始已经用一些 AI 的软体嘛，特别是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的 Gemini， 还有 iCloud 还有什么 Cloud 这个东西，反正现在百家争鸣了。但是一切都是要有一个很奇妙，以前的那个 GPU， 以前的那种玩 game， 我那个年纪在玩 game 时候要用的那个显示卡了，现在不然讲反客为主吧，就是应该讲思索的方式不一样。其实它现在一跃成为要这个 AI 市场需要用的这个计算器讲计算器就是 anyway， 它就是需要的一个不能讲元件，它一个已经很大，甚至跟一个机台一样都有可能，而且很贵。所以黄仁勋呢，这个赚很多钱 ，NVIDIA。那 NVIDIA 呢？昨天前天吧，股市暴跌了16%，然后黄仁勋好像就因为股票的关系持股，然后他的财产缩了我记得好像缩了1000多亿吧，美金，还是200多亿美金 ，anyway 我忘记了，不管200多亿或者是1000多亿美金，对我们来讲，对一般人来讲，我相信。台湾大概有几个人有这么多钱那种钱真的令人难以想象，而且是在股票市场上面一下就掉下来。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，它掉下来了，应该赶快买才对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晓得现在一股多少钱而且我现在没有在玩美国股市嘛，因为美国股市那个还要开户，还要什么的，比较麻烦也许以后会试试看。但是那个要有足够的钱，因为美国的股票不便宜那不过它好处是可以散股了买。它受到最大的影响是呢，就是也是这2天很热门的中国那边出了一个叫做 DeepSeek DEEP Seek， 我忘记中文怎么翻译的，反正 DeepSeek 深度搜寻吧，号称只要用差不多600万美金的这个比较低阶的 NVIDIA 的GPU 就可以达到跟 OpenAI 差不多同样的效能。新推出好像叫 R1 吧Google 不是 Google 跟那个 iPhone 都可以下载。听说现在 iPhone 下载的软体是第1名，可是我没有去下载，因为我看过一些人下载的演绎我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蠢，然后再加上它就是保留了传统的中国特色，就是说如果你要问一些很敏感的话题的话，如果没有技巧的话，基本上它是不会回答的。它不会回答就是你知道我所谓的敏感话题哪些嘛？就是反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 AI 聪明不到哪里去了但是呢，它毕竟还是有它的功能，就是说撇开这个层面不谈的话呢，它在其他领域方面呢，它的确有做到，这是别人说的我看电视看 YouTube 看网络上面讲的，它的确有做到让人家惊讶类似 OpenAI 的效果出来。重点不是在效果出来，重点是说它怎么这么便宜。它只需要600万美金左右，还有500个那种比较简单的 NVIDIA 的晶片，而且这个晶片还是目前美国并没有阻止出售到中国的，没有管制的项目，所以美国就紧张了，所以黄仁勋的那股票一下就跌下来了，因为人家想说，如果越便宜就可以这么便宜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，何必
以后 AI 会越来越便宜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这2天风向就开始转了。不过我先不谈风向了，因为当时我在想说，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是，如果真的这么的便宜的话，那黄仁勋这样跌下来，你赶快买股票。因为我坦白讲，我并不相信中国大陆的技术，因为我看过太多那些偷工减料的东西哦，食衣住行都是，所以我觉得那只是暂时跌下来。如果是一个好机会，身上又有一笔钱的话，因为跌16%，美国的16%是很多的钱呢。那你买一下，就算它像今天就已经又涨了8%点几了嘛。所以如果前几天快手买了一下，我觉得它一定会涨回原来的16%再涨回来，因为涨回来才是正常的趋势嘛。那你不是赚了16%很多钱啊！你如果投了是10万块美金，你就赚了16万10万块美金，对，你就赚了16万。不过10万块不是赚16万，10万块美金赚16000嘛，就是50万左右嘛。3天的时间。好，那这跟酒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就是有专家在分析就是说他们去拆解这个DeepSeek 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想办法去破解，去了解他们内部到底包含的是什么东西。结果发现呢，它可能是利用一种叫做蒸馏的方法就跟酒厂有关系咯。就是说，今天呢，因为 OpenAI 的它某些部分是开源的嘛，我记得是开源的软体然后后面他自己有在弄一些比较关键的技术，这个部分我也不懂，所以我不谈。但是开源的部分呢，就是造成了这些软体呢，其实之前 OpenAI 刚出来的时候，就市面上就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号称 AI 的软体，它其实就是骨子里面是 OpenAI 的开源的部分，开放原始码的部分，然后它只是外面再写了一层界面，然后当你打问题的时候，好像是在打新的东西，但其实它只是传输到 OpenAI 里面去搜寻资料，然后再把它倒出来给你。这个就好像是而且它在过程中呢，它还会，当然这些不那么无良了，他们还会再做一些，就是找出来的东西，我可能还有，就像有人就是猜测 DeepSeek 就是他在利用一些简单的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界面，然后他用的就是大概600万左右的这个 GPU 比较便宜的，500张而已吧，然后这个500张的那个显示卡那个部分，然后他再把抓出来的东西呢重新再整理了一遍。当然这些东西还是要投入一些心血进去的，要写演算法甚至要针对这些更 organize 一些。所以造成人家看到林强是觉得哇，他得到效果竟然比 OpenAI 还强。你如果有用过 OpenAI 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你在下载这些资料的时候，你请他写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分好几次给你，或者是你的下的命令不够精准的话，他给的是这样的东西，那你再下精准一点，他给的是这样的东西。所以这些属于人类都可以做得到的东西，如果我把它写成这个演算法的话，它可以截取好几次的资料，然后再来做一个 combine 合并。好，这个东西叫做蒸馏。所以这话题就是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更精准的资料，然后速度也不会慢因为毕竟最困难的部分呢，属于从更大的pool里面去捞资料或者是去演算的东西呢，OpenAI 都已经完成了。那所谓的 DeepSeek 这些东西，这样的软体，它只是做
包了一层，然后后面去我们叫提纯，纯是纯度的纯哈，然后或者是叫蒸馏，所以我就把它就是也不是硬扯了，就扯到说蒸馏。如果你不懂得蒸馏这个部分，刚好可以做一点解释。其实蒸馏呢，就是因为我好像讲过很多次了嘛，所有的酒呢都是从发酵酿造出来的。那酿造出来的里面呢，有水分啊，有这些你香气物质或者这些杂质等等的，那叫酒醪的东西嘛。你即便你把它过滤、压榨过滤，或者是这个特别处理过，你用那个筛子、棉布啊，或者是离心的方式去处理，它总是没办法那么的干净，或者是说不干净无所谓。如果说我想要进一步再去把它提升它的酒精的程度的话呢，纯度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进入到更高酒精的境界，那就是要蒸馏。那蒸馏很简单，就是我已经有一批酿造好的东西，然后也处理过压榨，这个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。可是问题是它酒精浓度比较低啊，比方讲清酒，它酒精浓度比较低啊，怎么办呢？你把它放在一个密闭的系统里面，这个酒这个酒水这个放在密闭系统里面，利用你底下加热，然后把这个是密闭系统很重要，是因为它外面还有连管子出去嘛。这管子是干嘛呢？就是你在加热的过程中，这些比如说清酒在这里面，或者是麦芽酒，像啤酒，类似像啤酒这样的东西在里面。你加热的过程中呢，蒸馏就是利用所谓的酒水，以酒来讲，就酒水温度那个沸点的温度不同了，所以因为酒精的气化点好像是76还是77嘛，那水是100嘛，就是一大气压的状况底下，那你利用这样蒸馏过程中，酒精就会先被蒸馏出来，就被先气化，然后气化了之后就会透过管子，然后这个当你的水还在这边还没有气化的时候，这个酒精就已经先出来了，然后到另外一个桶子那边，全部都是密闭系统，而桶子过程包括管子或者是桶子那边就会有冷却，温度会降低，这时候它又变回液体了。也就是说，蒸馏过程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两个物质混在一起的物质，它本来是混在一起哦，就是你酒水都完全不会混在一起嘛，酒水就是一层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酒精的话，是混在一起，它可以溶在水里面的话，那你利用蒸馏就可以把它分开。所以随着你的你要控制这个火候，而且还是在一个密闭系统，这过程中呢，当然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不是水蒸气，就是水它还是会变小水滴的形式，它肯定会跟着飘过去。这过程中呢，就会影响到那边的酒精浓度。但是你就要好好的控制你的火候，就是说让尽量那边纯度最高。一般来讲，能够蒸到95度的酒精就已经非常厉害了。就是说，你本来就有10几度、20度左右，你像经过蒸馏的过程呢，分离之后，这边剩下水，还有香气物质啊，或者是这个酒精就跟着过去了，所以造就说那边的经过冷却之后，从气态变成液态的酒精，这样就是一个蒸馏的过程哦。当然，这个蒸馏有很多种了，包含很多种方法，包含这个除了加温，再包含这个所谓的降低气压啊，因为气压一降低呢，你的沸点就降低了哦，这是国中的数学的东西哦。然后或者甚至用水蒸气等等的去帮助这个里面的这个香气物质，或者最主要是香气物质会油跟那个水分开。因为蒸馏不是只有用在酒，就是酒的蒸馏，它有可能用在香气物质或酒类物质，香气物质或者是油类的物质，油水合在一起的，或者是油水分离的。你想把它这个区分开来的时候呢，
你要考虑到这个物质本身的就是你要区分出来的物质的特性，比如说油或者是芳香物质，你要萃取精油出来的话，那些你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，不是只有用火候而已，因为它的沸点温度可能搞不好比水还要高啊，所以你蒸馏过程中，那你说我把它温度加高就好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会破坏掉那个，比如说油或者是精油啊，或者是那种其他的物质的芳香物质的一些温度越高，跟酒一样，温度越高就会影响到它会产生化学反应，它那个物质本身就被破坏掉了。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结果，所以你可能蒸馏过程中，你可能是把里面的气压降低。有关气压降低呢，里面的物质就比较就是混合的物质呢，或是本来是一层的物质，会比较容易气化了。这个部分其实这跟化学有关了，各位去查一下有关蒸馏的原理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们不谈所谓的精油的蒸馏啊、石油的蒸馏啊，什么那些东西我们不谈，但是所用的方法当然也不谈，因为不一样的东西有不一样的蒸馏方式哦。但是蒸馏其实最主要，它所谓蒸馏就是蒸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加热、加压、减压、加压这样类似这样的过程。无论如何，就是提供一个外部的环境，就好像 DeepSeek 一样，透过一个外部的环境、外部的包装，然后去进行采集里面的我们所需要的物质。以蒸馏酒来讲，就是把酒精给蒸馏，就是变成气化之后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把它冷却。这个条件就是密闭系统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在以酒精来讲，就是这同样都一大气压的状况底下。那当然，出去经过的这些管子的过程中，你也可以设计它绕好几圈啊，或什么的，让它尽量这些东西赶快尽快去冷却，然后冷却之后滴出来，产生我们要的东西。然后也有什么1次蒸馏、2次蒸馏啊，什么3次蒸馏等等。当然，这些东西就是看你的物质不同，它会有不一样的采取的方式哦。蒸馏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古时候我也提过了，所谓的蒸馏其实就是为了把东西提纯嘛，提纯度的纯，纯真的纯，就是让这些酒精浓度越高，我们都知道75%的酒精基本上杀菌效果越好嘛。所以你一旦到95%， 95就更高了，那个东西酒精就更不容易坏掉嘛，因为细菌、微生物没办法生存，所以早期你把它弄成蒸馏酒，就算把它放到木桶里面，比如说葡萄酒蒸馏完之后产生了这个清清如水的这个酒精的液体，你把它高酒精的液体，然后你再把它调和，加水调和之后，到达某一个浓度，可能比如是40-50度，那个细菌也没办法生存，然后放到木桶里面去陈年。whisky 也是一样，这些东西刚蒸馏出来，其实跟水的，就是透明的水是差不多一样的颜色。我们讲无色的液体会比较好，然后那个所谓的变黄啊、变什么，那都是因为木桶的关系，经过长时间陈年，它氧化的结果。DeepSeek 它就是所以有美国的专家或者是一些人工智慧专家说，因为它后面只是做提纯，就像天柴火的意思一样，其实它本质还是 OpenAI 的一些那些需要花很多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去写的这些演算法啊，或者是你要运算过程需要这些机器，需要 GPU 这些这个处理器，它本来是很贵的东西，但是如果只是外包一层一些东西去，就好像我们蒸馏、提纯、蒸馏的话，那个工作就简单多了。酿造，然后再去把东西做改变，那才是困难的部分哦。所以这2天的新闻就是说，DeepSeek DEEP 深度搜寻哦 ，DeepSeek 其实并不是真的是它的人工智慧，它的那个 algorithm 演算法写的特别好，不是这样的东西。我看到网络上一些是说尽量不要去用这些东西，因为
一旦连接，它就让你同意一些你一旦下载，它就让你同意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了。基本上这个资料你问任何的问题，比方讲打一些比较敏感词，它都会传回到中国去。传回到中国去的话，你就留下记录了。好了，这一期谈的是蒸馏的东西，那也蹭一下热度。那我顺便也解释所谓蒸馏的原理。那你也知道蒸馏的原理之后，你就要知道说，原来提出来这些，不管是香气物质或者是这个酒精呢，它是还是原始的状态。这时候你要让它，特别是酒精，你要让它更有层次的话，通常就是要陈年。那陈年时间越久呢，通常就标那种蒸馏酒就会标它陈年的时间8年、10年、12年什么有的没有的。那这中间呢，如果它只是单一年，就是单一个年份，它一个桶子可能就陈了12年了，它就会随着那桶子是哪一种桶子，雪莉桶啊、波本桶啊什么的，会给予这个加上桶子本身会透气嘛，会给予这个酒不一样的味道，还有除了说桶子本身的味道之外呢，还会给这个让空气可以进去。然后产生氧化，颜色慢慢就变深了。当然，陈年时间越久，对厂商来讲，它的这个成本就越高。另外一种的话，最要提的就是说，如果它是调和式的，调和的话就是它把不同年份的酒把它调在一起，不是不同年份，不同陈年的时间，比如说有5年的，有8年的，有12年的，然后你这时候你当然12年会拿少一点嘛，你觉得它是一个很精华的东西，那你再对8年，再对可能3年的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呢，调和是这样能够标几年？假定它只有12、8和6好了，就是3个年份好了，3个成年的时间好了，那你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写12，你只能写6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调在一起的东西，你只能用最少的年份最少的那个当做标示，这是规定。你不然有人如果拿1滴12的加进去，然后就号称我这是12年，你能够接受吗？不能吗？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说，假定我的8年的分量是最多的，那其他的很少的话，它只是做调味的话。也许可以写8年，这部分我不是非常确定但因为我以前学到的知识都是要用最低年份，可是如果最低年份它只用一点点的话，你说就只写这个好像也不太通，应该是指最大的那个比例，但是这个比例哪一个多或少，赢1%也是赢啊，那如果是赢80%这么大的量，那也是赢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。我猜可能是要看产地的规范吧，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应该是说，应该要写那最低年份的那一个，除非像我刚刚讲的那种特例，就是其中更老的年份它可能占的酒更多的话，而且多得很离谱的话，那也许就会有一些改变。这个我不确定我坦白讲，这我不确定，只是用简单的思考方式而已。有关蒸馏就讲到这里从这个时事话题的DeepSeek 这个所谓的最新的AI 的软体然后谈到所谓的他们的方法，国外形容说他们叫做这个叫钓鱼或者讲蒸馏，最早讲蒸馏萃取，就是让困难的工作让这个 OpenAI 来做了，然后。他们只是包装过之后，又再写出一个像软糖的外壳一样，然后包裹住，然后就号称是新的东西，而且比较便宜。虽然中间有一些技术在，但是他们在提纯，他们在蒸馏而已。这个过程是比较相对来讲简单很多，难怪他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这个便宜的这个 GPU， 用比较少的钱去完成一个事情。据我所知，美国的海军或者是他们的国防部可能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些东西，就规定不能用下载这些，因为会有国安的疑虑。我想台湾可能本身也要小心一点。题外话啦，这个就算了，我不提国家安全的东西，就是单纯讲酒的部分。
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因为我刚初二嘛，等一下要去求个钱母，然后刚刚去外面逛了一圈，晒晒太阳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外面一堆人。新年还是一样，新年快乐！好，这个祝大家这个现在才初二，还早，至少到初15，那维持更新的频率。填土之道有道理，我是海恩，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，拜拜。